自从轩辕民登基之后，我时时忍耐，处处体谅，但他却越发的荒唐任性，置万民生死于不顾，实在是愧对太原这片河山。那王位本该就是我的，扶持他做傀儡，可不是要养虎为患。如今，轩辕民已成为我心头之刺，不得不除。今日他孤身一人跑到我这里，无异于自投罗网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。轩辕民此刻应正在中庭饮茶休息，我要你去亲手杀了他，让为父看看你的忠孝之心。他死，保你后半生荣华富贵；否则，你宇文家替他去死。皇上，国公没为难你吧？我专程从长安赶过来，迎你回宫。皇上，宇文子不过是个长宁府的庶女，多得国公关照，才可以在这伺候着。今日本就是戴罪之身，怎得劳烦皇上亲自来接？寒衣节之事，另有隐情，贸然罚你去催粮店，太委屈你了。既然贤夫人被害是另有其人，那此事也得查清楚。你平日行事乖巧，深得本王欢喜。无论犯有任何错误，今日便一笔勾销。再有一盏茶的功夫，如果还不动手的话，就把他给我杀了。是。哼。多谢皇上。你，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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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天哪！你把王上给杀了！岳父，我杀人了！岳父，我杀人了！我看看。哎呀，是一个将死的术士。哎，能死在你的手里也算是他的福气了。恒儿，多花点银两，好好安抚一下他的家人。啊，是。别怕，别怕，啊，为父在呢。不怕不怕啊！来来来，先坐下。你受惊了。听我说，一个小小的把戏，啊，但是你对为父的忠诚，为父看的可是清清楚楚啊。女儿没想到，女儿没想到，义父，你竟然如此不相信女儿。女儿今天有的一切，全都是义父给的。
女儿就算不是为了义父，单单为女儿自己，女儿也一定会听义父的话的。怕是正常的，不怕反倒不对了。我杀人了，我杀人了，我杀人了！你能替为父杀人，这份忠孝，为父心中已经了然了。听为父说，一会儿啊，我派人送你回宫，日子还好好的去过啊，剩下的交给为父。但是你要记着，你的荣华富贵别人给不了，你的生死也没人会在意。为父可以罩着你，回去之后好好的做你的夫人，荣华富贵是少不了的。为父日后还有重托。女儿记住了。谁料到最后还是疏忽了。这种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这种桀骜不驯的女子有多好了。桀骜不驯且小心眼儿的女子。我要是真小心眼儿，我都不回来。不过经此一事，其朕的疑虑肯定消去了大半。这是一件好事啊。不过我想问，你是怎么分辨出那个假的我？那个人长得跟你真的一模一样，声音还比你好听。不过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就知道他不是你。那你又怎么确定此时的我是真的我？我就说嘛，就算世界上有再厉害的人能模仿得了你的脸，也学不出你这个贱人的样子。你看看你，是吗？我一直想问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回来？因为江枫告诉我，不是这些。莲儿，
娘，我来了。什么时候多个娘？还不是江峰给我的那个荷包惹的事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之前他差点要了你的命，你别让他看到你了。你现在赶我走。他现在，他也是个可怜人，你别为难他。不是，莲儿，我出去了。来了来了。喂，过好自己。王命特诏：贵夫人唐芷蓉秉性柔佳，持功殊甚，于公敬事，恪尽敬慎，敬上小心恭谨，御下宽厚平和，交廷之礼教为贤，堪为太渊后宫典范，特召天下，传谕太渊。姐姐喝水，谢谢。小心烫啊！姐姐，现在你可让咱们全太渊的女子啊都羡慕着呢。有王上这般宠爱，那日后王后的位子定是非姐姐莫属了。听家父说，从未有人像姐姐这样能独得恩宠，咱们以后啊还得指望着姐姐多多提携照顾呢。对呀，对呀，多照顾啊。那是自然的。我看姐姐平日穿着素雅而不失端庄。特意从唯品阁挑选了一只玉镯，此玉镯通透精致，乃为上品，特别配姐姐呢。姐姐，你试一下嘛。妹妹费心了，不过这雷霆雨露的，还不全是在王上一念之间。咱们在宫里伺候着，又何必在意那些虚名啊？姐姐说的是。对，姐姐，那您先收着。姐姐收下吧，收下吧。刚刚内廷又送来一些上好的燕窝和固元膏。都是梧州的精品，平常百姓家连见都见不到一眼呢。有王上这样的疼爱，夫人真是好福气啊！蓉儿听话，别叫，别嚷，好吗？好。齐震学了你些什么，值得你这样为了他耽误你自己的前程？有些话我只说给你听，可为何他也知道？王上，蓉儿是冤枉的，蓉儿之前不知此事。王上，冤不冤你说了不算。你这姑娘，聪明反被聪明误了。你以为几次三番从我这儿偷了折子给齐震，我会全然不知？你以为齐震在我面前提到你的时候，说的全是好话？是他，我们唐家都必须听信于他。我不敢违背父亲，我更不敢违背国公。王上，我当然知道你们家受制于齐震，可你怎么不为了自己好好想想？这你父亲写的，看看。哼，唐伯年宫中体国，已经送你入宫，还生怕怠慢。这又要把你妹妹唐一光送入宫来，由你们姐妹轮番照顾着。我倒也是舒坦。我从未听父亲说过此事。那是自然。你虽然事事以家族利益为重，但终究是个庶出的女子。眼见如今得了荣宠，唐家的正主怕是要坐不住了。唐一光出身比你好得多，
他进宫来，自然不需和你商量了。坐。好。你孝心可表，所作所为，全都是为了你父亲，为了定远将军府。可你这样帮着齐振，无外乎只有2种结果：一，事情败露，你活不了；二，齐振攻城，我活不了。可倘若我死了，你这个贵夫人，就只能在冷宫里挨上10年、20年，当个活死人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棋局若是胜负已定，一枚棋子又有何用呢？自打出生起，我就从未为自己打算过。如今，我也该为自己活一回了。还请王上指条明路。这事容易，只要从今后，你的一言一行全听我的。所有的恩宠富贵，也都是你的。只要王上信得过，蓉儿愿意。我既然能对你说这些，你有几分忠心，我自然知道。贵夫人。王上又来传召您过去呢。走吧。王上对夫人真是好兴致，一日不见如隔3秋呢。知道这个唐芷蓉缠着王上夜夜笙歌，被这个狐狸精折腾着，还差点耽误了今天的长远水祭呀！送去内廷。是。哎呀，王爷啊，你说的那件事情我也听说了。刚才我从宫里回来的时候，还看见王上火急火燎地赶着去见贵夫人，年轻气盛，比不得啊。国公，你跟我说心里话，这个王后是不是笃定让唐家的女儿来做？王爷，你太看得起我了。太原的王后谁来做，哪能是我说了算呢？真是风水轮流转呢。一个20年前只会耍大刀的江湖混子，不就是跟着你抄了文艺世子的家吗？这个唐伯年还真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。不是跟着我，那是神宗的旨意。谋逆之罪，罪无可赦。是啊，没错。
打那之后，这唐伯年可就成了朝廷的股肱之力。国公，现如今这唐伯年有多少兵马？10万还是15万？这可是个做大事的兵力啊，马虎不得啊。不过国公，你想过没有？你就这么确定这些兵马就一定是为你所用吗？当年的唐伯年跟着你，那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，烂命一条。现在他可是不一样了。我家若儿这命里注定是要当王后的命。若在这件事情上因你国公而出了什么差错，那我西平郡和国公府从此再无情分可言。王爷啊，你太看得起齐某了，立后大事不敢造次。哼！国公，你是老糊涂了。你想过没有，让那个唐芷蓉当上王后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还当这个唐伯年是当年那个哈巴狗？糊涂！唐芷蓉这个姑娘，蓄意挑拨与文辞，不简单呐。难道这是唐伯年有意安排的？他是想除掉我的人，取而代之。尽快赶到南慈定远将军府，务必将信亲手交给唐伯年。公子，公子，齐镇已派出信使加急南下，见唐伯年去了，说是要让定远将军独自进京，走水路。独自进京，走水路。这是要试探，挖了坑给唐伯年。江峰，你知不知道怀疑这种东西，一旦在心里住下了，就很难根除了。我们要做的就是，让这种怀疑越来越大。去找宗岳，他知道怎么做。是。小姐人呢？奴婢也不知。你们下去吧。曾先生，看来小姐无碍，在下告辞了。不许走！我叫你来吃饭，只是想亲自答谢你一番。你之前一再推阻，实在没办法，我才骗你过来的。要怪就怪你不给我面子。治病救人乃医者的本分，至于答谢嘛，就免了。在下告辞。不许走，吃了饭再走。玉儿，你看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帮我拦住他！我只是想请他吃顿饭，好生答谢一番，死活不给我面子。郡主，先生不喜欢热闹，咱们何必强求呢？你帮不帮我？先生，郡主都这般盛情了，先生给个面子便是，何必为难一个小姑娘呢？好。哎，你去哪儿？这不吃饭时间吗？怎么着，嫌弃我手艺啊？当然不会。从小到大，我见过的郎中，2只手都数不过来。好的、坏的、厉害的、骗人的，我都见识过。
所以你说医者的本分是治病救人，我也知道。现在你治好了我，那是应该的。不瞒你说，我这么非要谢你，不是因为什么医术，而是因为你像极了我的一位故人。郡主台，我受不得。在我很小的时候呀，有一个邻居家的哥哥，我总爱跟在他屁股后头，撵都撵不走。他总是嫌我烦，光想着怎么甩掉我了。可是不成啊，我就爱黏着他。有一天，那个哥哥把我带到一个山洞里，跟我说玩捉迷藏，让我躲着。我一直等到晚上，他也没有回来。那里一片黑暗，我又迷了路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啊，是魏管家带人找到了我。我爹快气疯了，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，是那个哥哥骗我去的。郡主对这个邻家哥哥真的是情谊深重。才不是呢，他欺负了我，我岂能饶过他？只是我知道我们两家关系极好，就算我告发了他，我爹也不会拿他怎么样，所以我还不如先乖乖的吃了这个亏，等到一个好机会再报复回去。怎么报复？先吃饭，这汤我可是熬了2个时辰，你们不能不给我面子啊！把汤喝了，喝了才有故事听。这个哥哥呀，从小就奇怪，他吃不了七锦叶，但凡沾了一点，就会全身长满疹子，又红又痒，脸啊还会肿得像个猪头。所以我就特意采了七锦叶，特意下了厨，做了人生中第1碗鸡汤。那天晚上，那个哥哥就疼得满地打滚，然后我高兴啊，我高兴的一整夜都没睡着觉。第2天，我特意起了个大早，我想跑去他们家看他肿成猪头的样子。可是怎么了？他搬走了，一夜之间，全家人都不见了。多谢郡主款待，在下先告辞了。等等，你都不问问我，这汤里我都放了些什么3年的乌鸡，又放了赤灵芝、陈皮、桂圆、罗汉果、红枣，最后还放了七锦叶，没错吧？我觉得你像极了那位哥哥，可是你不承认，我只能这么试试你了。当初给郡主瞧病，我只是觉得郡主先天之气不足，精神并无异常。可如今瞧来，或许是我看的还不够仔细。告辞。不许走，我偏要看。郡主尚在闺中，这样做不太合适吧？我不管，我偏要看。郡主，先生可是咱们府的贵客。别管我！
这要让国公知道了可不太好。好，罢了，我给你看。我只是一个郎中，并不是郡主口中的故人，还请郡主自重。好了，玉儿，只不过就是认错了人，宗先生他肯定不会介意的。你不懂，你不懂，他们不是搬走了，他们一家人都死了，他死了。等你等的人都倦了，这么晚了，再不来我又要夜探翠凉殿了。知道了，你接他有功，讲你的。听说您夜夜宠幸唐芷蓉，精神好着呢。难得一夜春宵，还要用来见我，真是委屈了。你吃醋了？当然了，凭什么你就可以天天在这宫殿里面左拥右抱的，我呢就得日日守着那冷宫，还得夜夜清醒着，生怕您随时召见我，凭什么？要不是因为长公主对我好，我早就走了，不陪你玩了。你说的这些我不信。要走，你早走了。我要真走了，你可别来找我。做人还是别太自信。偏偏我就是这样的人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长公主她对你很好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我想你帮我问她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你拿着，这个玄灵真液，能吸纳人心思绪，只要存有记忆，就可通过这枚夜坠一一显现。我想你帮我问他几个问题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想你帮我问他，当年在天泉，他德王妃的身份为何被夺去？那日他与德王决裂，究竟为了什么？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，他没说。你想利用长公主对我的信任，去帮你打听这些事？是。我帮不了你。为什么？没错，他的确看起来疯疯癫癫的，但他是真心待我的。我从小没有母亲。你和他不过才认识短短几日。是，我跟他不过才认识短短几日，但我已经了解他有多可怜，他有多难过。我要是连他最后一
前日里父亲托人送来的密信，说国公齐振命他率5万定远军开拔北上，但父亲生怕出了什么岔子，这才特意向柔儿打听。哦，你可知道，驻边大将私自率军进京，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谋逆。你心里清楚就好。皇上，柔儿自知这是诛九族的大罪，父亲虽然犯了糊涂，可我这做女儿的却不能跟人一起糊涂。这封信该怎么回？还请皇上明示。哎呀，多聪明的女子，只可惜生错了人家。唐伯年的一举一动，我了如指掌。倒是你，这般的通情达理，却牵连进这桩谋反案，可惜。皇上，臣妾早就想清楚了，我已经嫁离了唐家，我便不再是唐家的人了。如今皇上的安危，便是臣妾的安危；皇上的敌人，便是臣妾的敌人。臣妾，还请皇上看在臣妾这一片赤诚忠心上，饶了臣妾。臣妾不想死。哭什么？你父亲的定远军是朝廷的精锐之师，若能兵不血刃的收下，顺带剪掉齐振的一只翅膀，那本王该重重的赏你。皇上的意思是？你说呢？柔儿会知会父亲，告诉他国公已将一切安排妥当，让他安心进城。父女罪不相及。蓉儿，你今日所为，我心里明白，也自有安排。谢皇上。赐贵夫人唐芷蓉为永嘉殿夫人，拟定10月19良辰吉时，行大婚之仪，加封昭元王后，传谕太渊。爹爹，你别怪蓉儿，你一世英名却跟错了主子，所以无论他是成是败，都终将躲不过一死。
而女儿只是要体面的活着。有埋伏！快撤！小心有埋伏！为何这几日，公子没有去找扶摇姑娘啊？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爱多管闲事啊？我又为何天天要去找她？难道公子还在和扶摇姑娘赌气？赌气？我是那样随意耍性子的人吗？原先，公子一直都是运筹帷幄，所有事情都尽在掌控，也未曾见过公子像现在这般样子。但是，自从扶摇姑娘出现了，公子倒有了几分人气儿。你是说我以前不像人啊？不敢。这丫头脾气可真够倔的，那天被她一通教训，心里还真的有些不舒服。你说，我是那种爱操控人心、利用他人信任的人吗？那是公子高明，可我偏不愿利用他，所以公子才费尽心思的要让唐芷蓉来做这个王后。其实公子心里还是很心疼扶摇姑娘的，您是怕她卷入这太原的变故。我最近是对你太仁慈了吧？怎么话那么多？小的这就去内廷领罚。义父，传言属实，唐伯年的确是亲率5万定远军赶往昆京。他这次可是自备粮草，连夜行军，还专门避开城镇官道，走的是山路。唐伯年，这是要造反了！我已经暗中联络我们安插在定远军中的钉子，可是
说。全无音讯，恐怕早就给拔了。看来他是处心积虑已久啊！我派人暗中寻他，至今都未曾寻见他的踪迹。难道这是有隐情？隐情？隐情就是他借着他女儿与轩辕民暗通信息许久，早就将我出卖了。怪不得后宫那么多人，他独独宠幸唐芷蓉一人。哼！昨日更是毫无缘由地将他封了后，只怕他的5万定远军已经投了轩辕民了。这怎么办？没了这5万大军，义父的大计岂不是要……云恩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为父，只有靠你了。义父放心。等等，你容我再好好想想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回府之后，继续留在齐震身边，就像以前一样。齐震要还的，不仅仅是他这条老命。初九戌时3刻，长垣斜桥，静候国故。既是谋局，又怎可孤注？皇上，有什么事说吧。这……皇上，不如臣妾先告退。无妨，直说便是。蓉儿又不是外人。是。定远将军唐伯年率5万大军私自进京，此事我早就知道了。可人马走在半道上，突然凭空消失了。哦，蓉儿，怎么了？臣妾只是替皇上担忧。我确实担忧，这好好的人马，怎么就这么不见了呢？莫非是国公他？齐震也已派了大批人手，正在寻找，只是人马全无踪迹。唐伯年现在人在哪儿？已经关起来了，派去的都是极为可靠的高手，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齐震的人绝对不会找到唐将军。好生看着。是。你知道为什么把唐伯年关起来吗？父亲有罪。有罪不假，但罪不致死。可如果让齐震找到了他，
你的命也保不了了，明白吗？蓉儿明白。云公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怎么才来啊？这是哪儿啊？你赶快让国公来救我呀！15年不见，唐将军别来无恙啊？你是谁啊？啊！玲珑紫荆，你是大公子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当年世子府上早就被你们斩草除根了，是吧？所幸天道昭昭，我还得感谢唐将军当年的疏漏，让我捡回了一条命。云公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云公子，忘了告诉你，他也姓轩辕。文艺世子的2个儿子，都站在你面前了。唐将军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天道轮回呀！看来我此番回京是中了你们的计了。也好，2位公子是要索命啊，还是寻仇？我要知道真相。真相。文艺世子当年谋反之罪，确实是被人陷害设计的。是齐震所为。说，当年文艺世子接连平叛乱，剿匪患，文治武功，谁也比不上。按说，这是太原天大的福分呐。可是，仁宗他老了，他对这个大儿子不亲了，他惦记的是成天在他面前的小儿子呀。是先王轩辕刃。正是，文艺世子越厉害，神宗就越是疑心。齐震当年还只是个校尉武官，选择站在了轩辕刃这边，替他出谋划策。只要一有机会，他就会在神宗面前说文艺世子的不是。后来，他还帮轩辕刃伪造世子谋反的证据，什么养兵逼宫、陷害手足、私藏碎银，还有给先帝下药，这些统统都是假的。这都是国公和先王一手策划的。齐震当年和世子是8拜之交，为何要害他？国公是个练拳之人，轩辕刃耳根子又软，他又没什么大的本事，跟着他自然容易得多。何况2位公子听说过龙鳞甲吧？难道他不是害了世子之后，才将龙鳞甲据为己有的？恰恰相反，他们就是为了得到龙鳞甲，才要置世子于死地呀。
为什么？龙鳞甲是神物，当然，人人都要得到的。不，这不是原因。大公子，不要再逼问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是为了他的女儿齐韵吧？所有的罪孽，都让我们来扛吧。你们小辈儿的，是无辜的。是。可那夜惨死的78条人命，他们又有什么罪？有罪的是我，是我。杀人偿命，血债血还。那夜，无缘无故死了几十号人，这份罪孽，我就是几辈子也洗刷不清啊！但今日能见到二位公子，知道你们还活着，我这心里反倒是松了一口气。以前我怕死，怕到了阴曹地府，我连鬼都做不成。可是今天把这些话说了，就是期盼阎王老爷能把我的罪孽减轻一分。从你答应为齐真做走狗那天开始，你就该知道，你已经罪无可赦。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，罪臣唐伯年愿以死谢罪。杀你，葬了我的手，留个全尸吧。两位公子，保重。爹，我们来太原也有100天了吧？算下来4个月了。盛夏入秋，寒冬将至，不出10日，眼前这片翠湖就会变成冰湖。定下的日子也要到了。太原无极之渊呢，在这儿的事儿也该做个了解。公子，你打算动手了？你说，我在这儿做的，究竟为了什么？我算了，早就明白该问与不该问的道理，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分别？皇上，侯爷到了。皇上，侯爷请坐。是。定远将军唐伯年，侯爷认为如何？唐将军多年剿匪有功，自然是王庭的股肱之臣。哦。哎，前些日子你不是说你的戍军8位兵源吃紧吗？现在边疆稳定，一无战乱，二无匪患。要不，我从定远军拨出5万人给你，你先帮唐伯年管着。这会不会引得朝中不满？
我怕有人会弹劾老臣贪权图利，暗藏私心呐。找我要人的是你，现在瞻前顾后、妄图清明的也是你。不要算了，总归都是太原的兵，放哪都一样。但凭王上吩咐。侯爷，夜里天寒，侯爷上了年纪了，体不受寒。曹成，快去拿条绒毯来。是，皇上。侯爷，王上万万不可！侯爷，快请起。眼下这王宫并不太平，我身旁布满了各种眼线。有些话是对他们说的，而有些弹劾猜忌，可能需要您老帮上一把了。老臣愚钝。太渊恐怕要出大变故了。大王子，国公客气了。我本是个和太渊政事无关的闲散之人，生平唯独愿唱2口小曲儿，交上3、5个朋友。哪知道造化弄人，偏偏把我扔在这个长了刺儿的太原王位上。我又哪里有这种能耐？王上有任何吩咐，臣都愿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内廷有权臣虎视眈眈，后宫又有外戚明争暗斗，本王置身其中也是心力疲惫。万一朝中哪天有人容不下我，干戈一起，到时遭殃的可是太原的万千百姓啊！谁敢？我都想好了，与其等着叛臣谋反，不如我主动退位，兴许方能保到一方安定。朝中虽有权臣翻云覆雨、结党营私，但远远未至大厦将倾之时啊！那即便是有谁要反了，老臣我手下戍军8卫10万兵马，连带一家老小43口，我就是拼死到最后一人，我也要誓死护着轩辕王脉。侯爷，您请坐。就当是为了太渊，您也当心保重自己的身子。谢皇上。刚才我说要拨给你5万定远军，你犹豫了，为什么？你是担心齐镇的猜忌，还是害怕朝野清流的非议啊？皇上对臣这般的信任，是臣的福气呀。只是老臣的手上已经有戍军8卫10万兵马，我太渊在边的大军也不过是45万。如果王上再分给我5万兵马的担子，养兵事小，治军事大，牵连到的利害关系盘根错杂。再者，朝中的异姓王爷有功之臣不在少数啊。我怕此时王上分离军权，怕是时机未到啊。什么时机？你以为我是想削弱齐镇的兵权，好稳定眼前虚设的王位？我只不过是心疼唐伯年辛辛苦苦练出来的精兵，左手打右手，疼的都是自己。那王上为何刚才会说要出变故了？齐镇的心思，我不说你也明白。他也年过50了，怕是等不及了。我断定，他要强行逼宫，
抢夺王位。天泉皇城政务机要繁杂，大皇子又领兵在外，如今千里至此，下官真是诚惶诚恐啊！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，天亮之前我还要赶回去。长话短说，你是想要太渊王位，没错吧？对，太渊的王位。你夺太渊王位，我会助你，但是将来我争天泉太子之位时，你和你的太渊必须彻头彻尾都是我的人。大皇子，请你放心，到时齐某定鼎力相助。只要你忠心耿耿地跟随着我，将来整个太渊都是你的。非但如此，我还会想办法向父皇禀报，让你这个王做得名正言顺。如此，真是多谢大皇子了。只是，此事若是让无极太子得知，以他的性格，会不会？你说的是谁？下官多言了。有天泉皇城坐镇，任凭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，敢擅自起兵。即便是有谁夺了太渊，那太渊的王位，齐镇他也做不得呀。天泉皇城，天泉皇城又如何？皇城的皇帝，皇城的太子，也都是凡人，既不能长生，也不能不老。既然是人，就有私心，就有弱点。侯爷又怎能断定皇城的定夺一定中肯呢？王上，您怎么能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呢？天泉皇城统御五州，君父皇上是真正的治世天子啊！无极太子那更是百年难遇的玲珑奇才呀！有皇城在上，掣肘五州各国，在咱们太渊，任凭谁是多厉害的角色，只要他并非轩辕王族的血脉，没有玉水安邦之术，那断然不能称王啊！若是天泉皇城认可了夺权之力呢？那所谓血脉，所谓玉水，都只是一纸空谈。到时，就没人限制得住齐镇了。绝无可能。这是我今早收到的密信。有人从天泉皇城秘密潜入太原，只是为了来见齐镇。正是。这队人鲜衣怒马，衣着用度十分讲究。据说马鞍上还有特殊的图腾，侯爷大可猜一猜，这图腾长什么样？你想的没错，正是羽树图腾。他们是天泉皇室的人。难道齐镇真的是孤注一掷，要反了吗？大皇子，今日向你交一个底吧。齐某起兵，并非一时心血来潮，铤而走险，谋划多年，早已布下万全之策。你说说看。太渊在籍兵勇一共有45万，我和我的亲信拥有20万的兵马，西平郡王那里还可以再争取。除此之外，我又与天煞王战南城达成契约，他出兵相助，我将长汉山割让给他。另外，再加上大皇子鼎力相助，此事何愁不成啊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这战场上向来是兵贵神速，迟则生变。你不赶紧筹备起兵，在这儿耗什么时间呢？大皇子有所不知，下官
再等一个时机。我们没有时间了，必须先下手为强。臣该怎么做？唐伯年至今杳无音讯，我要你领着太原最精锐的20万兵马，一定保住轩辕家这条血脉。侯爷，拜托了。皇上，如此苦心，老臣饱受轩辕王族恩典，入朝几十年，尽心尽力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如今已是年过花甲之人，勉强做到了光宗耀祖、福佑子孙，我早就活得够本了。眼下逆贼谋反，我太原有难，臣愿拼上这条老命，我誓死也要护着王庭，誓死也要护着轩辕王脉。大婚之日，有什么说法？按照太渊的规制，轩辕民定下了王后行大婚之仪。我的卫戍营还有张鹤年的戍军8位都要上交60%的兵力，组建太渊王自己的禁卫军，这加起来可是有15万的兵马，马虎不得。你都是要造反的人了，还担心那个傀儡太渊王来夺你的权？